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现在是美东时间11点，我们今天从11点开始直播，到12点，计划直播1个小时。那么今天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因为我在昨天已经做过预告了。今天的话是我在7月份休假之前的最后一次直播了。那么从下周开始就没有直播了。唯一能保证的就是这个会员专享的周末复盘，其他的都没有办法保证。所以说今天就是夏天之前的最后一次直播。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欢迎提问，把你们关心的股票的英文名字和代码打上来。那么在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时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今天这个大盘，然后再回答大家的提问。那么今天标普指数终于新高了，又新高了，现在的最高点6178.8，终于突破了，这是2月份这个高点，2月份这个6147这个高点终于被突破了。那么从6147跌到这个4835这段确实是吓坏了很多人，但是呢，在结构上，周线这个结构，看这个水印儿，并没有被破坏。虽然说从6147杀到4835杀得非常狠，对吧？当时应该是杀掉了20%，我们可以测一下，21.35%。所以说当时都说是已经进入熊市了嘛，对吧？因为跌20%，从技术上或者说从传统理论上，就是说你如果说跌20%，那就是进入技术性的熊市。但是我们缠论无所谓你跌多少，你只要不破坏我们的结构。那么从3491这个上涨的话，在周线上，这是这个 A 中枢，现在这里是 B 中枢，对吧？ A 中枢和 B 中枢的低点还有高点并没有碰到，还是一个趋势上。这个趋势上的整个结构并没有被破坏掉，就是我们从缠论上能够从这个结构上我们来分析，对吧？这个结构并没有被破坏，虽然说这个下跌了20%。那么现在虽然说今天是出了高点，也无外乎就是围绕第二个中枢在做中枢震荡而已，只不过这个中枢比较特殊，它比较不规则，但是没有人规定中枢必须要规规矩矩的在一个窄幅的区间震荡啊，它完全是可以宽幅的震荡，或者说以任意形式震荡都可以，只要每一次震荡的高低点都回来，那就可以以任何形式进行震荡。所以说不要这个固化的认为中枢震荡只能是这种，对吧？比较规整的出高点不出低点，或者说一般的也有扩张形式的喇叭口的。所以说我们要任何的图形都能识别。那么现在就是这个离开，或者说这笔的震荡什么时候结束，对吧？这笔结束了，那就再回来中枢，甚至是往下走反向也可以。那就是看这一笔的延续性，我们就要看这笔的延续性如何。怎么看延续性呢？那就要看它的这个内部结构了。内部结构如果说很饱满了，所谓饱满就是说跟我们的模型比较，如果说它的这个零件，所谓的模型就是这个基础模型，这是一个趋势上的一个模型，这是 A 中枢 B 中枢，然后这是 A0 起点，小 A 段小 B 段小 C 段，就跟模型比较，如果说这个它的内部结构也是这样模型这样的话，像模型这样，那么说明它的结构就比较饱满了，说明它的上涨已经很充分了，对吧？说明它的动能开始减弱了。那这个时候结构越饱满，它可以结束的可能性就越高，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观察它的结构是否饱满的原因，就是要看它的延续性。因为你要是做多想赚钱的话，这个走势必须要延续向上，对吧？如果说走势已经很饱满了，它不继续向上，它要掉头的话，那你做多肯定就是亏钱。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考察它的这个饱满度，它的延续性。那么就要看它的次级别，这就是从4835这个起涨点开始分析。那么4835
一直到现在这个最高点6178，它的结构我们说一下。那么可以是一个123作为这个中枢的进入段，也可以是一个就是一笔作为一个进入段。之所以有这个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这里4月2号4月9号这根 K 线破坏了这个这一段的一个这一波的一个结构吧。因为4月9号这天是川普这个发推文，对吧？说停止跟其他国家除中国以外的国家暂停90天，造成了股市一个大涨。但是呢，你用这个3段当进入段或者1段当进入段，现在看区别并不大。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看形成中枢以后的这个离开，这个离开的力度跟进入段比较，你可以先跟这个起涨点比较，然后再跟这个下面这个4835比较都可以。最终的还是要看这个离开的力度。如果说这个离开针对这个最后这个中枢的离开力度不够强的话，那还要被拉回来，或者说拉回来没有回到中枢，形成一个小300再往上走也可以，对吧？所以说关注重点又变了，关注重点又切换到这个小中枢的离开段了。那么现在这个小中枢离开段，我们看一下，从这个起涨点5943也够一笔了，这个连涨了5天。小步慢爬的这个模式连涨了5天，现在也够一笔。那么连日线的顶分型都没有出现，因为任何的转折我们知道，任何的转折都需要有顶分型或者底分型，连顶分型都没有出现的话，它是不可能转折的，或者说是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转折，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观察用双触发，我一直跟大家提的双触发。什么是双触发？第一个触发就是顶底分型，顶底分型出现之后，触发你什么呢？触发你去观察，就是说出现了顶分型了，我是要观察这里是不是要转折了，对吧？出现底分型了，这里是不是要转折向上了？出现顶分型了，是不是要转折向下了？只是触发你观察，还没有触发你进场交易呢。那怎样才触发你进场交易呢？那就是首先要有底分型，然后你要看它这笔的回落的内部，这笔回落的内部要相对的饱满，你才能够进场。这个两个都要触发才可以。之所以要两个触发或者叫双触发的目的，是因为让你更加接近这个大拐点的可能性，或者成功率就越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双触发。因为如果说你只用一个触发，比如说出现底分型了，你进了，它有可能变成一个中继的，因为它的内部结构不够饱满，它的延续性并没有完全衰竭，或者说这个延续性下跌的这个延续性没有被消化，你就进了。虽然说你也看到了底分型，但是这个底分型可以被打掉之后再向下，再重新出现新的底分型，对吧？就出现底分型了，不代表马上就要转折，你还要看一下它之前这一段的下跌的这个内部结构，这就是为什么要用双触发。那么回到这个上涨也是一样，顶分型还没有出现，但是我们现在也可以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对吧？这样的话心里有数，知道它的次级别在干什么。这就是我高量这一段。那么次级别在1小时上也是很清晰的这个3段。这3段的话，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先比较一下它的力度，看看有没有等比例啊，有没有背驰啊，对吧？那么这个第3段现在快到 0.618 了，等比例在6245，也就是说这第3段如果说涨到6245的话，是跟这个第一段或第一笔的这个空间是一致的。那么如果说不能够到6245的话，它就直接掉头的话，说明这段的内部就背驰了，就这段的空间和前面这段比较就背驰了，就或者叫盘整背驰。那么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是一个1、2、3、4，可以有4浪回撤，甚至有深一点直接碰到前面这个小高点，这样形成中枢之后，看它能不能再离开，或者说直接走反向也可以，对吧？所以现在就是关注这个1小时的第3段的这个结构，那么你的关注重点又变了。这就是期权套的威力。期权套能够让你利用这个方法层层降低周期，因为周期越大的时候，你可能交易不了。很多人，比如说你要去看日线，或者说日线以上的周线、月线的周期，你是没有办法交易的呀，因为形成一个月线的底分型需要3个月，形成一个日线的底分型要3天，但是形成一个1小时的底分型就需要3个小时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级别越低，你可以交易的这个频率就越高。就是说你如果说想利用你的这个资金，想提高你的资金利用率，想多交易，
那你就降低周期就可以了。所以说，如何选择用哪一个周期交易，那就要看你自己了，对吧？看你自己的时间，看你自己什么能不能够盯盘，看你自己这个对这个熟练程度，能不能够把握这个小周期的这种交易。因为周期越小，它的震荡就越厉害。比如说我们要看1分钟的话，你看这个，如果说看1分钟图形也能交易，如果说你能够反应得过来的话，对吧？它随时都有高点、低点、高点、低点。如果说你能够做这个1分钟交易的话，那你也可以做1分钟交易，那你可能一天能做10几次交易都没有问题。如果说你再能做期权，或者说做这个ES 啊，或者做这个盘前盘后交易，那你每天可能忙得不亦乐乎，因为这里面可以做的这个操作太多了。但是你要看它的这个空间，比如说这个空间只有0.15%的一个幅度，现在那个如果说你不带杠杆的话，你不用这个期权交易，或者说不用这个期货交易的话，这个0.15%的交易，你必须得上仓位啊，相当于你用越小的周期，你的仓位量可能会越大，才能够打得出差价来，对吧？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是白忙活，或者说你根本做不出来差价，那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这就是但是呢，为什么我们学缠论这个方法？因为这个方法可以针对任何周期，大周期也是用这种方法，小周期也是用这种方法。这就是禅师说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周期越大也可以交易，周期越小也可以交易，通吃，大小通吃。所以就是一套方法，各个周期都可以用。那么现在在1小时上，它这里也是一样，有没有顶门型？内部有没有这个饱满结构？没有饱满的话，没有顶门型，继续观望或者继续持有你的手里面的多仓，继续持有手里面继续做多的股票就可以了。所以说，一个方法你学会了之后，任何的股票你都能分析，不论是标普指数啊，还是个股，还是期权啊，还是什么这个衍生品都可以。所以说，不在乎分析什么，而在乎你懂不懂这套理论。好的，那么的话，我们利用这个标普。简单的把这个缠论也好，或者把我们的这个分析如何看、如何进场、如何选交易周期，简单的说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提问了，Shirley 朋友问能不能看一下 CRCL， 想找一个进场点。CRCL 就是这个稳定币的这个发行商，也就是前一阵儿，这是6月5号发行的，那么它的发行价是31这个美元发行的，从31涨到了298，基本上就短时间涨了10倍吧。我们看一下它当时用的时间周期，应该很短的时间。这是这个我们看一下测时间的这个，用了11个交易日，11个交易日涨了10倍。对吧？所以说，当然了，它之所以会这么夸张，也是因为，稳定币嘛，现在各个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在搞这个稳定币，因为稳定币很多，他们具体的这个基本面，大家可以自己去分析一下。那简单的说的话，就是稳定币背后的话，它是拿这个稳定币它这个钱来买国债的，对吧？那么相当于可能对这个国债市场是利好，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像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 Bennett 他一直在推这个东西。现在这个稳定币在美国已经进入这个立法阶段了，对吧？如果说能够真正这个立法的话，可能对这个整体的稳定币也好，虚拟币也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搞，然后香港那边也在搞，而且很多公司也在想要推出自己的稳定币，因为这个稳定币对这些全球化的公司的好处是哪儿呢？就是这个结算上，它省去了这个外汇的这个损失。因为比如说你从美元换成了人民币，或者换成了其他欧元，这是有外汇损失的。但是说如果说你统一的都用稳定币的话，那么它这个是没有外汇损失的。还有就是结算的速度特别快，对吧？那么了解虚拟币的都知道，它的结算速度是非常快的，相比于传统的这些结算的方式。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稳定币像这个公司这么受追捧。
但是呢，它不是最大的稳定币的发行商，它是老二。对，最大的是 Tether， 但是 Tether 并没有上市，你是没有办法交易它的。这是为什么它能够在短短11天之内上涨了10倍。那么从298这个回落，现在看上去很大。我现在这个测的这个黄金分割呀，扩展是从什么价格测的呢？我把这个数值给大家看一下，我是从它的那个IPO 的价格。我用的是 IPO 价格31作为起涨点，那么31到最高点298，然后测它的回落。现在这个回落刚刚跌破这个 0.382， 也就是说，你从这个如果说你是31 IPO 价格买的话，现在这个回落还是很浅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即使到 0.5 都算是很浅的回落，那么到 0.618 的话是相对比较深的。如果说跌破 0.618， 那就走差了，对吧？相当于做多的人来讲，是不希望于它能够跌破 0.618 的，基本上到 0.5 吧。一般到 0.5， 如果说还往下走的话，那这个股票你就要再等一等了，它可能调整的就比较深，甚至到这个64这里，因为64这是开盘价格，或者说开盘当天的最低价格，所以现在就看它这一段的回落什么时候结束。那么这个回落的话，现在已经够一笔了。日线上已经够一笔了。如果说这个回落结束之后，那么这个是1买的话，那这个回落还是2买，它可以再打一个高点，或者说在这里做中枢，然后再往上走也可以，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我们就看这笔回落什么时候结束。那么我们把这个高亮一下，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次级别，因为Shirley 他想找一个入场点，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够不够饱满，跟我们的这个模型比较，对吧？所以说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一套方法，那么看一下它的这个小周期上，我们看一下它的1小时上。那么在1小时，现在我们把这是我之前画的，这个是5分钟的，我们把它给它去掉，然后这个也去掉。那么在1小时上，我们把它的笔给它画一下，它现在1小时上是已经有3笔了。1小时上有3笔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测一下有没有潜在的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对吧？到 188.27 呢是 0.382， 然后相应的有这些位置。还有一个位置我之前在日线上看到过，或者说在30分钟上应该看到过啊。30分钟上有一个，这是200均在30天，但现在已经跌破了这个30天的200均线。那么还是再回到1小时上。那么你要想要进的话，现在就是看它这里什么时候出现底分型，才有可能这个1、2、3这个3才能结束，对吧？那么这个是前面下跌。如果说你从这个64这个起涨分析的话，这里是第一个 A 中枢，虽然说这个 B 中枢比较奇怪，好像说是出现新低的话，但是也是一样，它也是可以在这里构成中枢之后继续往上走。那么从这个64这个起涨的话，它也是一个趋势上，跟我们刚才看那个标普那个周线上那个结构是一样的。所以说这是1小时上，刚才标普那个是是周线，既然是结构是自相似的，这就是缠论说的什么是自相似性，就是结构出现了自相似性。虽然说你看的周期不同，但是结构是一样的。如果说出现这种结构的话，那么就看这个第3段或第3笔什么时候结束，一样的降低周期，看一下它的内部。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先看一下15分钟有没有结构。这个图形相对比较乱，把它其他的清一下。然后15分钟并不清楚，看一下5分钟，5分钟上就有结构了。从这个起跌点 226.95， 这是我之前自己画的这个5分钟。是这个带一个中枢，这是中枢的进入段，然后开始在这里震。今天这个开盘之后，这个非常技术，开盘之后这个高开低走啊，这个高开刚好开在了这个5分钟这个小中枢的上面，5分钟小中枢的上沿在什么价格？222.11，看到没有？它今天开这个最高点
看一下最高点是223.53，它刚好是开在了这个中枢的上面。我们知道有了中枢之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中枢震荡操作。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或者力度背驰的时候，你要减仓；中枢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或者力度背驰的时候，你要加仓或进场，对吧？所以说它开在了这个中枢上面，你就非常警惕了，是应该减仓，而不是应该去追涨。只要你有了这个中枢理论或者说震荡操作理论的话，你不会去追的，你肯定会去减仓，或者说不动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毕竟开的是高开嘛。但是它出现高开之后一个快速回杀，那么完美的出现了一个这个走势结构之后开始走离开了。那么开始走离开，我们就要关注了，因为它这个离开段从233.53现在是走这个小 A 中枢或者说反向下跌中枢的离开段，也就是说现在走小 B 段的。什么时候在这里再出现一个中枢来，那就是小 B 中枢，然后可能还再打一个低点，才有可能结束什么呢？才有可能结束从265的整个的下跌呢。现在这一笔可能都没结束呢，哪一笔呢？就是这个小 B 段可能还没结束呢。怎么来看它结没结束呢？就是它的内部有没有饱满结构，看一下它的内部，那就要看1分钟了。1分钟上现在已经有了一个 A 中枢了，进入段 A 中枢，1分钟上再走小 B 段，也就是说它的5分钟是小 B， 然后5分钟小 B 段中又在走小 B 段，它在走 B 中 B，B 中 B， 就是说这是5分钟级别的，这个小 B 是1分钟级别的。那么类似那个波浪理论里面的3浪3，如果说都在走 B 段，你发现你看的图形，你观察的图形都在走小 B 段的话，那么就是主跌了。一定要注意这点，就是说如果说走小 B 段的话，上涨的话就是主升浪，下跌的话就是主跌浪。那么一旦是出现这种的时候，你进场的时候要相对的谨慎一点，对吧？毕竟如果说你进去之后它没有跌势没有完成，比如说现在它在走小 B 段，你没有完成你就杀进去了，那你很有可能买在了一个中继的位置，然后它继续下跌。所以什么时候比较稳妥呢？就是这里再出现第二个小1分钟的小 B 中枢的时候，大 B 中枢，最好是针对这个中枢给一个小300，你再进场，就这个位置可以进。为什么说在1分钟这个小 B 中枢的300进呢？因为300是决定了是否继续围绕中枢震荡的唯一标准。那么300之后是比如说出现300的话，那就是向上涨继续延续；如果说出现3卖的话，那就是向下跌继续延续。所以说1分钟的300啊，我不是说让你去做1小时的300，是做1分钟的300，等不了多长时间的。所以说要耐心的等待这个小 B 中枢，其他都可以不做，因为这个1分钟的震荡可能区间是非常小，比如说前面这个1分钟区间非常小，你如果说反应不及的话，你可能全被套在里面。它从202一直能跌到188，我们测一下它这个空间，就跌了 6.5% 啊， 6.65%，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1分钟操作能不能够做得了？做不了的话，就要耐心等待它的结构完成，或者说结构更饱满，也就是说它的下跌没有被消化。那么什么时候消化呢？就是出现3买的时候，一定要出现一个强势表达的时候。比如说也可以是这样，这个给你一个123，然后这笔特别强，给你一个2-3买重合也可以，意味着这里有一个类中枢，你可以用它来借用过来比较。如果说出现一个2-3买重合的这个位置也要进场，那么也可以往上走。所以说要么是给我一个3买，要么是给我一个2-3买，两种方式都可以。这就是你有目的的等待。我们知道了这个模型之后，或者我们通过这个完全分类之后，我们就有目的的等，我不是漫无目的的等，对吧？所以说你对它的分辨，你对它的后期各种形式都推导出来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应对了，你就知道等什么了。很多人漫无目的的等，啊，这个位置也想进，那个位置也想进，但是你不知道它的后面的这个发展，就会忙于应对。我不知道我这个分析的针对这个 Circle Internet， 我觉得分析的已经非常清楚了，该怎么做的话就看你自己怎么选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hil Chen 朋友问 Palantir 哪里可以止跌加仓。 Palantir
周四或昨天是你问的吧？昨天是问量能那位朋友吧？问那个说是量能，说是在有那个叫什么玩意儿？说是有大客户在出货，是不是？说是问量能那位朋友。那我们看一下，我昨天说了，量能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判断的一个工具。那么它在周线上我们已经说过了，是一个5浪的这个第5浪。那么你要关注这个第5浪什么时候结束，对吧？然后第5浪的内部又是一个3浪，那么第3浪它的内部结构又是一个什么情况？这是我们昨天利用这个区间道慢慢这个降低周期看的。我想你应该是比较有这个应该知道我们观察的这个原因。那我们把这个断开，现在我只关注118.94右侧这些，它的结构什么时候完成，对吧？现在这个右侧在1小时上有这么一个中枢，这是我们昨天画的，今天刚好是回到中枢的下沿了，看到没有？然后还踩到了这个120小时均线上，所以说你问哪里止跌可以加仓，你上面有没有减？想加的话，我想问你一下，你在上面有没有减仓动作，对吧？你要是没有减仓，然后在下面猛加的话，那是有问题的。你必须是上面有减仓，你下面才能加，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操作方法。所以说啊，操作节奏首先要对，有没有减仓？因为它这个明显是一个123嘛，对吧？虽然说我们利用复盘，现在相当于一个变相的复盘的模式来分析，但是你在当下的位置，这个位置能不能够卖得出去？这个位置能不能够减仓减得出去，对吧？我们可以现在利用，因为现在毕竟那个直播间里面人比较少，我们可以这个详细的说一下，在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它的价格能不能够出得去。145.99这个位置，在当下你能不能够跑得了，或者说能不能够做出反应来？那么这个高量的这段就是我们要分析的。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15分钟，从这个起涨点135.97这个位置上涨，我们要关注它了，对吧？这是135.97，我们把这个价格也标出来。就是我们来当下分析，或者说我们来复盘分析，从这个135.97到这个145.99，就这个方框里边这个区间，你能不能够跑得了？就这个位置，在15分钟上有没有让你出场的这个信号？我们来看一下。那么15分钟，这是进入段，一次回落，再上去2次回落都没有碰到，这是一个浪形的模式，走了一个5浪。就在15分钟上，它走了一个5浪，5浪之后，然后回来，然后这有中枢了。有中枢之后，然后又给了一个高点，也就相当于这个的再次反弹。我强调过多次，出现中枢之后，它再次反弹，如果说不能够再次突破前面的高点的话，就很容易形成二卖，然后下来。那么你在这个位置形成15分钟的二卖的时候，有没有应对？看到没有？反弹刚好是在 0.5 和 0.018 之间，然后在收盘之前还出现了顶分型，然后它的内部又是一个小5浪，多种结构、多种信号都告诉你这个位置弱了。你在收盘之前有没有去应对它？这就是你的需要考虑的问题了。如果没有应对，出现了这么明显的信号，前面是一个5浪结束，然后还回来给你做一个中枢，给了你个15分钟，给你一个明显的二卖，你有没有去动，对吧？这是应该你考虑的。没有考虑，没有应对，为什么？是你的贪婪阻止了你，还是其他的原因阻止你？这才是你要考虑的，而不是说，哎呀，这个量能怎么回事啊？这个是不是又有大户出货了呀？没有意义呀。你考虑的再多，你自己没有应对，那都是次要的。那么它从这个15分钟上现在还没有背驰，虽然说这个位置是踩到了1小时的那个低点，你说你的成本在85，这个是1小时的这个低点，那么这里是可以是15分钟上是一个1、2、3、4、5，再来一个也可以，因为3没有背驰，现在在15分钟上这个3还没有背驰，可以是一个15分钟4的反弹，对吧？那么既然你说你的成本在85已经很低了，但是这种1小时的这种震荡，参不参与其实就是你一个个人的选择了。毕竟你的成本很低，那么如果说想参与的话，是可以拿一些小仓位来这个做一个配置的，对吧？你可以用大的仓位
出现大的周期的时候再动。这种位置，你说，因为它已经是在周线的第5浪，然后日线上又是这个3段，3又弱，那么你不参与的话，它完全是可以周线上就结束，然后在周线上给你一个大幅度回落，你能不能够承受得了？打个比方，给你一个30%的回落，那也要到116.85呢，对吧？到了116.85之后，这样的话就会有周线的第2个大中枢了，可以继续往上走。所以说，即使是成本很低的时候，只要你的成本不到0，不到负，都应该延续，或者说利用某一个周期来做这个震荡操作，直到你的持仓成本到0到负的时候，才可以高枕无忧的拿着了，不管了。因为这个公司即使破产的话，我也不亏钱，因为我成本是0啊，我成本是负的，你跌没了，我他妈也不亏钱，我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不对？所以说，即使你的成本相对的比较低，但是也不要浪费这些震荡的这个区间。那么针对你的问题，说想在什么位置加仓？那么首先小周期还没有结束，是没有进的。那么就是说，虽然说是回到了1小时这个区间了，那也可以延续我们刚才说那个1小时给你一个反弹，然后你可以在1小时上做一个黄金分割的反弹的位置，对吧？那到了这些位置之后上不去，又变成了1小时的二卖了。从刚才15分钟那个15分钟上的二卖演变成1小时的二卖，因为走势它是一个生长过程，它是一个慢慢的一个叠加过程，对吧？它是从15分钟上慢慢生长到1小时上，所以说15分钟上你没应对，那么出现1小时相对级别比较大的时候，你要不要去应对一下？那就是看你的一个个人选择了。所以说这个位置，你看你要不要参与买一下？那么弹一次之后，对吧？再卖掉，因为是1小时的这个二卖。因为1小时的二卖，你也没有办法预测它是一个快速下跌，还是出现一个盘整背驰的一个位置。因为你这个位置卖掉之后，这个位置可以买回来，或者说它出现一个5的时候，这个位置还可以再买回来。所以说具体怎么选，又落到你自己的这个头上了。因为毕竟这个具体它到哪个位置是需要你去跟踪它的，怎么跟踪？需要你去盯它，需要你去跟踪它，需要你利用你的这个周期去观察它。这个功课没有人能够替代你，因为最终的交易是在你自己手里面。那至于怎么选择这个周期，是选择交易1小时的，还是选择15分钟的？我刚才已经说了，要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是能够盯盘的人，还是说只能一天只能看一次，还是说每天都可以操作的人？那你就选择不同的周期。所以我之前也说过，交易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个性化的一个东西，非常 personal 的一个活儿。你想找到一个万能公式，方法是万能的，就是我们说的缠论这个方法是万能的，就是大小周期都可以分析，方法是一致的。但是具体操作的时候，它就没有统一公式了。我这个可以交易1分钟的，我可以交易1小时的。同样一个股票，有的人交易1分钟那个人可能是赚钱的，交易1小时那个人可能是亏钱的。这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所以说，不知道我有没有讲的比较清楚，或者说我有没有把这个方法交代的这个明白一点，让你知道你应该怎么选，对吧？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够，或我也不能够对你做出这个决定的这个权利。那么至于说我这个位置进了，我100%保证能到这个位置吗？可能有人会有这种这个问题。又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呢？任何一个位置进场都没有办法100%保证你是盈利的，都没有办法保证它能到 0.382 结束，还是到 0.5 结束，甚至是不到这个位置直接一个跳空下来，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你这个位置进场。你所能做的就是你能不能够承受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快速下杀的时候，你是要止损，还是说我是一个长期交易的人，我可以利用它的这个上去，虽然说我没减，那么它得有再次回落的时候我再加，然后再次回落的时候我再加，对吧？分批进，这样的话慢慢把成本降低，还是说我每一个波段我都要吃到？至于怎么选，又变成了一个个性化的一个东西。至于怎么来把这个东西更个性化，那就需要你自己去这个制定它了。
如果说我们每天只分析一只股票，那我当然可以给你盯着它了，对吧？因为这个位置15分钟这个反弹是不是快结束了呀？我可以从这个高点拉一个黄金分割，我在这里守着，对吧？我要盯着它，这里是不是要到这个139.8，对吧？那我怎么盯呢？我还要再降低周期，我去1分钟上观察它能不能够生长出来这个结构，还是说出现2个的那个小中枢趋势上到这个139？如果说直接是一个浪形的模式，到了139.8，然后3没有背驰，完全可以回落，要再往上走。所有的这些都需要去跟踪它，而不是说我现在就能够预测出来它到某一个位置就结束。好的，那么的话，这个Palantir，我希望我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那么也希望大家不是到这里来找一个万能公式，或者说找一个万能拐棍的。缠论这个东西，东西非常好，你要能够把它学会之后，要能够自己去使用它，才能够真正学会它，而不是说我在这里不是给大家喊单的，这个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不是在这里给大家喊单，然后这个位置进场能赚钱，那个位置去做空能够赚钱，对吧？那你要说把我当成一个喊单的频道，或者说我来这里分享这个喊单操作的话，那你就误会了。那么，所有的这些具体的操作都要你去个人去落实到你自己的交易之中。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提问。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半个多小时了，今天的直播到12点，今天的直播到12点。那么回过头来看一眼大盘，还在延续上涨，还在运营上涨，这个顶分型还没有出现，现在已经顶到了0.618了。大盘这个涨得还是不错的，像这些七姐妹啊，科技七姐妹那个英伟达今天是涨得比较猛，目前英伟达是涨了2%多，然后亚马逊涨得也可以 ，Netflix 都在涨，所以说，你看小的股票可能在跌，但是大科技公司都没有太多的这个，还在往上冲，所以说，它能不能够结束，你才能说这个连1小时上都没有出现结束的迹象呢，你怎么可能掉头呢？对不对？所以说预测是没有意义的呀，你只能去跟踪它。你怎么可能预测得了从这个位置直接就掉头往下走呢？那不是开玩笑吗？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眼这个，有人提问了，这个一凡朋友问这个 VST，看一下他问的这个 Vistra。这个公司，我们之前应该是有分析过，但是呢，应该不是这个，知道的人应该不多。如果说你不了解这公司的基本面的话，应该很难去注意到这么一家公司。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它的图形，我把这是我们之前分析过的，应该也是一凡朋友问的，对吧？因为其他人应该这么冷门的股票，相对冷门的股票，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行业的话，可能不会注意到它。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那么，我看一下，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周线上这个VST 的这个图形。那么周线上它这里是出现过周线的一个大中枢，它的起涨的位置是从下面这里。你看它这个图形，就是2018年、2017年的时候就有了。那么这个公司的话，它主要是干啥呢？它主要是这个做能源的，对吧？它主要是做能源的这么一个公司。那么这个从90.51上涨到现在的这个197.68，它这个周线上现在是尝试走离开，
这是周线上这个离开中枢的尝试走离开，现在还没有突破这个历史最高点。那么要不要卖或者要不要减仓？那就大周期上现在还没有出现掉头的迹象，连周的顶分型都没有出现。那么看一下它的这个次级别，也就是这个日线上。那么日线上现在是这里有过一次回落，前面这里也是4月9号那个 K 线，对吧？你可以当成是一个1、2、3、4、5，或者说当成一个1、2、3，方法是一样的。所以说它的结构跟那个标普是一样的。我们把它这个日线上的结构给它画一下，给它画成3笔或者3浪都没有关系。那么3出来了，那么就看这个第3段什么时候结束，对吧？那么第3段日线上连顶分型都没有出现，它可以继续往上涨，继续慢慢往上爬，可以是这个缓慢爬升的阶段。所以说3没结束的，对吧？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够不够饱满，方法说了半天都一样。那么这里有过一次回落，这里也有过一次，这个的话在小周期上它的这个结构相对是比较纠结的。你看走的，这里有一个小平台，这里有一个相对大点平台，对吧？所以说它是缓慢爬升的这个状态。那么这里是可以是当成一次回落，我们把这个1小时上给它画一下。那么这里的话也是可以当成一个回落，所以1小时上它有好多小的浪形在这里。1小时上基本上现在爬了7浪，我们看一下1小时，这个1、2、3、4、5、6、7，1小时上爬了7浪或者7笔都可以。因为这个波浪里面是没有7或者9的，但是在我们缠论里面是有7浪啊、9浪这些模型，这都没有关系。毕竟这个主要是它的这个表达的嘛，对吧？只要是它以这种回落没有碰到前面这个每一次的回落碰不到前面这个高点，都是以浪形的模式。就是不论是7还是9，都是以浪形的模式。那么现在在1小时上这个第7浪还没有出现顶分型呢，你说你应该怎么办？继续持有喽，对吧？那么但是因为它已经是在1小时上是第7浪，因为我们不是有这个7浪衰竭和9浪衰竭这个模型吗？毕竟是一个相对的尾端的一个状态，就是在这个周期上它是一个尾端状态。那么你相应的，如果说出现了一个顶分型比较强的顶分型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要减一点？等到它再次回落之后，构成中枢之后，还是说直接走反向？才继续往回加，所以说现在你要盯一点了，毕竟在1小时上这个中枢，如果说你要做1小时的中枢差价操作的话，这个位置是应该盯一盯了。什么时候等待它再次这个位置出现顶分型，先卖一点，等待它再次回落，还是说直接快速杀下来？快速杀下来肯定要等一等。如果说只是一个缓慢的回落，怎么看缓慢与否呢？它的内部小周期上15分钟上5分钟是不是带2个小中枢下来？所以说，继续等就好了。然后，新朋友问这个戴尔是吧？戴尔的话也是，是戴尔了、惠普了，他们都是受益于这个数据中心的建设，大公司都在建数据中心，那么必不可少的就要买这个服务器，对吧？那么它也是。之前也是因为DeepSeek 的横空出世，让大家对数据中心产生了疑虑，觉得不需要建数据中心，那么你只要方法够对的话，也不需要那么大的算力。但是现在，其实当然很多分析师也分析出来了，说是虽然说这个 DeepSeek 让这个算法成本更低了。但是呢，可能会刺激大家更多的去建设这个数据中心。所以说，现在英伟达也又历史新高了，那么相应的，戴尔的图形现在也慢慢变好了。它现在在月线上这个周期的话，还是在走浪形，这个4有希望结束了，对吧？月线上这个4的最低点66.25，并没有碰到前面那个高点，所以说这是有希望结束4。为什么说只是有希望呢？因为它这里还没有出现新的一笔。在月线上新的一笔没有生成，你就不能说前面这个下跌结束，它完全是可以是继续中继的低分型继续下跌，它完全是也可以在月线上再上涨1个月，就是说涨4个月继续下来，
也是一样，也是下跌没结束的一个延续而已。所以说这就是你以66.25作为一个进场的依据，就是这个位置不能被跌破，跌破它的话就是这个4没结束，所以说就是以它为依据，它这里是有希望。如果在这里作为进场点的话，那就是希望在月线上能够生长出来一笔，这就是你要计划的，或者说只要生长出来一笔，那么不能够突破前面的都是月线上的二脉，你可以就出来看它是要在这里做月线大中枢，还是走一个月线反向。那么这样的话，它可能在更大的周期上是一个三浪上，然后对应一个三浪下，就是大周期它在做一个更大中枢的一个震荡。至于怎么样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先跟这一段看一下这个66.25上涨，66.25在月线上只一个月的底分型，但是在周线上的话，它已经上涨出来一笔了，但是也只有一笔，那么没有结构，需要降低周期。看一下日线上，日线上现在已经带结构了，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然后还做了一个中枢再离开，就是带一个中枢的一个结构，这跟这个指数是一样的嘛，就跟标普指数一样的，一个123，然后做了一个中枢开始走离开，那么方法就一样的，对吧？那我们就简略的多说一点，它的这个要关注什么，就是最后这一段的内部，那么明显比这个标普弱，因为标普是又出到高点，还没有出现顶纹型的迹象呢。但是现在这个戴尔上的话，已经出现包含关系了。那么出现包含关系之后，或者叫晕线，这种在传统理论里面它叫晕线，可以是前包含，也可以是后包含。这在传统理论他们叫晕线。晕线的话，一般是容易出现在拐折的地方，就是可能高位或者低位是容易出现这种结构。但是在缠论里面的话，我们无所谓，就是一个包含关系嘛。包含关系出来之后，我们要把它包含处理，然后再看下一根 K 线才可以说明它是否有顶纹型，或者说是否有底纹型。所以现在是需要注意一点了。那么看一下它的1小时。那么1小时也是一样，从这个起涨点109附近，这里是有过回落，回落，回落。那么这里是有过一个1小时的一个中枢，但是呢，因为我是大概齐的看了一下，就是并不够很准确的这个中枢，但是也差不到哪儿去。1小时上，因为你这个是只有5根 K 线有包含关系，但是是构成了1小时或者30分钟上有中枢，其实区别并不大。那么你现在关注的就是在1小时上，那么这里又有潜在的，我们看一下前面这里的这个回落的话，因为高点在这里，它是不构成300的。那么这个又跟我们刚才看那个 Palantir 一样了，跟我们刚才看那个 Palantir 这一段的结构是一样的。那么它在小周期上是有背驰的，所以说你要不要减一点？这又是出现了一个可能是5分钟上或15分钟上有一个小二脉，你要不要减一点，等待这笔回落？那么 Palantir 的话是直接砸回来了，那么看它这个能不能够回来，你也可以从这个起涨点测一下，对吧？它可以到这个所谓的这些位置，回不来的话还都是1小时的一个小300，它可以给你个1小时的二脉之后再下也可以。那这个位置就要盯一下，你要不要？其实已经错过了最好的减仓的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是小周期的一个二脉。那么既然没有减的话，就看它能不能到这些位置之后止跌。现在位置减也可以，如果说你要想减一点的话，但是进的话就不要进。进的话，因为它的内部结构已经相对，就是从这个起涨点的内部已经相对饱满了。从119.598这个位置的这个结构已经相对饱满，起码要等待一个有效的回落之后我再进，而不是说要往里加。这就是你节奏首先不能够错，是该买还是该卖，这个精度我们可以慢慢提高。买的位置可能比如说买早一点啊，卖早一点，这都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呢，该买的地方你去卖，或者说该卖的地方你去买，这个就是大问题了。节奏首先是不能错的，但是精度可以慢慢提高。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戴尔。我们可以看一个，最近也是比较火的这个 Coinbase。大家既然没有提问，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我可以就是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Coinbase。Coinbase 的话，最近，也是受益于稳定币的一个出来吧。因为啥呢？因为有一些分析师说
Coinbase 是一个虚拟币的一站式的亚马逊。怎么说呢？有点绕口。就是说，你如果说你想跟买卖跟虚拟币相关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只要去 Coinbase 就能给你全部解决了，就跟在亚马逊上一样。你要想买一些东西的话，亚马逊上都有，它比较全。所以说，这也是 Coinbase 现在的一个定位。那么 Coinbase 是受益于这个虚拟币，这个稳定币，因为在这个它跟那个 Circle 他们是有这个业务联系的。业务合作的。那么针对这个 Coinbase 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从这个起涨点 31.55 它是两个大中枢，然后呢现在也是 142.58 这个已经又出了高点了，就看它这个上涨的这个延续性。之前忘了是谁，好像是 share 的朋友问是不是能够突破这个349.75，对吧？你说突破它与否，其实没有太大意义的。你关注的点就错了。那么关注的点是在关注这个，因为在日线上这个小结构是一个五浪的一个结构，我要关注的是五浪什么时候结束。那我们之前也测过这个，我们看一下，这是我当时测的是3和5，就是第3浪和第5浪，它当时已经冲到了 1.618 了。所以说这5的话是没背驰的，对吧？5没背驰也不代表它不可以跌，那么就看它第5浪的内部。第5浪的内部结构，1小时。那么其他的清一下，第5浪这里有过1次回落、2次回落，也是一个5，看到没有？1小时上也是一个5，或者说一个3也可以。其实还是那样，还是那句话，就是区别并不大。你是用就这个的回落，你当成一笔不当成一笔，对整体的你分析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区别。要么就是一个1、2、3、4，要么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1、2、3、4、5、6，对吧？就是6或4的区别。所以说，为什么我说这个在浪形的时候，你画成一笔与否没有太大的区别呢？那么现在就看这个 Coinbase 的1小时上的这笔回落什么时候结束？你也可以从这个起涨点分析一下。哎，刚好是现在已经踩到了 0.382 了，但是1小时的底分型也没有出现。所以这里如果说这个第6段结束了的话，那看看有没有第7段。就像刚才我们看的那个，那叫什么来着？应该是一凡朋友问的这个 VST， 就是在1小时上它出来了一个7笔上涨，对吧？所以说这个下跌结束了的话，也可以来一个这个，或者说在这里做一个中枢再上去也可以。那么现在还没有出现1小时的这个底分型的，那如果说想进的话，再等一等，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双触发，即使出现了底分型，但是它如果说它的内部跌的不够充分，调整的不够充分，你还不能进，因为有可能是只是一个中继的，它完全可以再跌到338、340取整的话，对吧？或者说再深一点，330也可以，它也没有碰到前面的一个小高点，还是一个6的回撤。好的，这是这个 Coinbase， 也就是说呀，它这个第5段1小时上那个第5段的内部不够饱满，它内部再调一调的话，可以继续往上走。那么如果说这个走度完事了呢？完事的话，如果说给到一笔有效的回落，那还是一样观察能不能够碰到前面的277，碰不到的话，还是一个1、2、3、4、5、6第6笔回调或第6浪回调，看是要不要在这里做中枢，还是说继续打高点走第7浪。但是针对它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有回落就做多，有回落就做多，而不是去做空它。毕竟它是在强势状态的时候，你现在做空就是一个逆势嘛，做多是更容易参与的一个操作，而且拿起来的话，这个心理上也有优势，也能拿得住。所以这种有回落的话，可以去做多，而不是去做空它。如果说已经涨了很多了，然后有点恐高，那你可以减一点嘛，对吧？减仓，然后有回来的话再买回来。上涨的话你有底仓，跌下来你可以补仓，这样的话涨跌你都不怕，你就可以这个2个方向你都应对得了。这是针对这个 Coinbase。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眼这个帕兰蒂尔现在在什么状态，是不是在15分钟的4浪上涨？15分钟的4浪还没完事，看到没有？15分钟这个1、2、3、4这个还没结束，它这个反弹这个4还不够一笔，那么看这个4什么时候结束，或者说这个4干脆就不形成，直接3延续也可以。
为什么说小周期难呢？你要盯着呀，这个需要去花时间盯盘的，这个是很耗功夫的。那么不能够去做小周期的话，你就把周期放大一点，就把一些噪音呢或短期的一些波动给它过滤掉。这样的话，你就不至于每天这个有一丁点波动的时候，你就这个也跟着波动，那你就完了。还有5分钟时间，大家没有提问的话，我们再看，可以看一下比特币。昨天我们已经说过比特币了，但是呢，我们当时说的时候说是这里有一个趋势线，对吧？那么昨天说这个反弹已经够一笔了，从这个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上，这个反弹已经够一笔了，那么又到了这个前面2个高点连线的位置，开始缓慢步伐，放缓步伐是很正常的，就看它是不是要利用周末的时间，还是说下周。毕竟现在这个整体的虚拟币圈啊，都是非常乐观的，因为那个谁呀、因为川普的原因，他是要硬推这个东西，而他们家尤其因为他的小儿子在搞一些跟虚拟币相关的各种相关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市场现在是非常乐观的，因为现在还是在等待更多的法案出来，能够让，因为现在很多大的公司也在考虑购买比特币，作为他们这个资产负债表的一部分，但是呢。只有他们进场，就是大的公司，比如说苹果拿出来他们这个资产的10%或者5%来购买比特币，作为一个这个资产固定资产。如果说这些大公司都下场的话，那么比特币肯定会继续往上走。或者说政府出台一些这个新的措施，政府也开始加大力度买的话，也可能刺激。所以现在整体来讲的话，还是需要这些大的家伙、大鳄们。这个灰犀牛等待他们进场才能够往上推。那它结构的话，明显是在这个74420这里的话，是这里做了一个中枢，它也可以在这里继续震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利用现在已经有的这个中枢，如果说能够做中枢震荡的话，可以做一做中枢震荡，做不了的话就继续拿着就好了。但是它必须比较有力度的突破这个前面这2个高点的连线，才有可能往上走。那么这是针对这个比特币，我们就需要关注它的离开的力度，因为它一旦构成中枢之后，它每一段都可以打出去，对吧？你不知道它哪一笔能出去，所以你必须要在底部的时候参与，在底部每次回落的时候参与，而不是说你到了上沿了我开始去参与，你赌它突破，那就被动了，对吧？你一定是在底下的时候。回落的时候进场，而不是说到上面我就追它，那你这个节奏又是错的。这是针对这个比特币，还有2分钟时间看一下这个英伟达。英伟达的话又在往上拔，又在往上拔高。英伟达现在今天已经上涨了2.多。那我们说过，昨天应该分析过这个英伟达，对吧？在周线上的话，它还是从这个10.81这个起涨的话，还是围绕这个。大中枢在做震荡，就是看它这个离开能不能够，一定要离开这个中枢的区间要远一点，然后有个回落的话才可能回不来。如果说它这个离开了，虽然说也出高点了，但是跑得并不远，那就很容易被吸回来。因为这个中枢，这禅师之前做过一个比喻，就是类似一个星球。那么这个星球对想脱离它吸引力的这些。球体的话，星体的话，它是有吸引力的。你这个逃逸速度不够强是跑不出去的，对吧？所谓逃逸速度就是你这个高度，你空间这个高度如果说不够高的话，那么你这个回落可能非常非常浅的话，如果说你逃逸速够强，然后会很浅，有希望出去；如果说你逃逸速不够强，然后可能很容易被吸回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说要看它的一个高度。那么现在它。关注的重点就是看它这里什么时候结束，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的话，我们刚才说过很多类似的结构了，就是要么是一个5，要么是一个3。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就是还是4月9号这根 K 线的原因。那么3和5都无所谓，我们现在关注重点就是最后这一段。最后这一段也是
日线上现在还没有任何的顶分型啊，现在从142.04这个上涨是每天都出一个小高点，慢慢往上拔。所以说你在没有这个明显出现顶分型，它又相对偏强的时候，你就拿着不动，拿着不动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操作，不要去想着去做短差，因为这是相对我们昨天应该分析过，它在1小时上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它在走离开段的时候，你要去做短差的话，很容易踏空，或者说很容易卖早。就是说，在比如说有进入段跟离开段的时候，它一般都是单边段，在单边段的时候，建议是尽量少做短差，因为你一旦做不好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卖早或者说是踏空。如果说你是全仓进出的话，那么在中枢震荡的时候是尽量去做短差，因为你这个位置卖了，你是能买得回来的，能够保证你买得回来。那么你一旦去在单边段做短差的时候，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周期是日线，那么你就利用1小时或者说是30分钟、5分钟、15分钟做短差的时候，你就很有可能买不回来，因为你可能没有时间盯盘，或者说这个买回来之后，它没有给你机会买回来，这就是造成了你后面的这个大幅上涨吃不到。所以说呀，什么时候可以做震荡，什么时候应该拿着不动，这是有区别、有变化的，而不是能说什么位置都要去做短差。好的，那么的话已经到了美东时间12点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那么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从下周开始直播就全都没有了，等我休假回来之后才能继续。那么也祝大家这个暑期快乐，再见。